罗莉马旺的父亲、祖父巧合的都在39岁生病去世，而一真火山脚下的土地更因为硫磺含得深，流进了农地水源，附近村庄的人鲜少活过50岁。当我们告诉马旺硫磺其实有着致命危机，他却无奈地摇头，他没有别的选择。Totally, 6% live in his house. That's why he wants to survive them, wants to feed them. He is a little bit old, so he doesn't take a lot of sulfur. He gets about 46 or 50,000. 一家6口就靠着马旺日日吸着剧毒二氧化硫，赚取台币150元工资，只求3餐温饱。而年轻的弟弟罗莉没有家累，努力赚钱的动力和我们一样，只为一圆心中梦想。To do his own business in selling something. 2 or 3 years. 只是在不断的咳嗽声中和过度疲劳的身躯下，我怀疑罗莉是否还有实现梦想的机会。亮沉沉的硫磺再遇热又成了红色液体，就像是矿工们身上流的鲜血。负责的矿公司1969年向政府申请独占了一真火山的硫磺开采权，40多年来每年雇用100多名矿工，每天就靠着单纯的人力开采4吨硫磺，供应化学原料。一旦发现有矿工生病或是体力不支，就强迫退休。无数矿工就像罗莉和马旺一样，飞速耗损着生命力，却只为一天5块美金的剥削酬劳。跟着罗莉体验火山口矿工生活，8小时的攀爬拍摄，加上恐怖刺鼻的毒气。我和摄影记者几乎已经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。硫磺的气体再加上从下面火口湖走上来，每个人都气喘吁吁，何况是这些矿工，他们背着这么重的硫磺。时间接近中午，风向改变了，火山口喷出的硫磺气体已经不受控制，往山底四处蔓延。对这些没有防毒面具的矿工来说，这是一项痛苦的折磨。脚程快的罗莉没等我们，已经先走一步，赶着挑矿。我们也不能再停留，必须赶紧离开。临走前回头看，挑着重担从烟雾弥漫的火山口爬出的矿工们，一个个表情痛苦。我开始怀疑，这是人间还是地狱？柠檬黄的小乌龟和小螃蟹，是罗莉和马旺用硫磺残渣做成送给我们的纪念品。造型可爱逗趣，却让人一点都笑不出来。因为就在我们采访结束返回台湾后的2个礼拜，从导游那里得知，哥哥马旺已经因为肺癌住进医院的消息。卡哇伊真火山在印尼语义是宝石火山，峰峰相连的绝美景色犹如稀世珍宝，震撼人心。但在这宛如仙境的火口湖边，日日夜夜上演的却是无数个罗莉和马旺的血硫磺人生，一幕一幕没有终点。欢迎回到地狱来的矿工，聚焦火山国。绝美的火山口是充满硫磺毒气的人间炼狱，但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
印尼国土将近192万平方公里，境内却有高达500座火山，其中有100多座都是正在冒烟的活火山，世界第一多。而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改变地球的10次火山爆发，有2次就是在印尼，一共夺走了13万条人命。而每一次的火山喷发，岩浆、碎屑流和火山灰不但毁掉了村庄，也引发地震和海啸。印尼因为火山死伤的人数早就无法计算，但奇怪的是，却还有500万人不怕死，坚持要住在火山口旁边的危险禁区。大家都听从一个自称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火山守门人的指挥。火山到底对印尼人有什么致命的吸引力？接下来要带您看神秘的火山国。锥形的山顶凌驾在森林与田野之上，云雾缭绕，神秘壮观。莫拉皮火山位在印尼爪哇岛中部，高度2911公尺，这是全世界最活跃也是最危险的火山。莫拉皮在印尼话就是火焰山。2010年10月的世纪大爆发，当时被岩浆、热云融化的山林，1年之后已经长出新芽，只有几根高耸被烤干的焦木和周围泥浆覆盖的土地，还能让人联想到当时喷发的触目惊心。断垣残壁，房子一半埋在土里，这里看起来很像台湾的土石流灾情，但毁掉一切的力量是滚烫熔岩和热云毒气。这里是距离莫拉皮火山大约10公里的地方，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原本是一条河流，但是2010年大爆发，岩浆、泥石流、大石头掩埋了河流，而附近的村庄和学校更是一夕之间全数毁灭。以前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很美的村庄，很多那个稻田，人口也比较多。2010年之前啊，可是呢，就是那个爆发以后，现在是变成这样的。所以本来地势没有那么高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以前那个这个地方没有那么高，都被掩埋。啊，对，被掩埋。然后在这里也有死了人很多，大概是50人。最危险的就是岩浆啊，然后第二个是那个日云，日云它就是从火山口那个滚下来，它的速度又快又热，有热有快。多热啊？对，可以得到那个500度。速度有多快？热云到了100公里，100公里，所以根本来不及逃。啊，对，来不及。莫拉皮火山凶恶喷发长达10几天，1个月后，几百度的岩浆好不容易冷却下来，救灾人员在被掩埋房屋门口发现了几百具的焦黑尸体。千岛之国印尼拥有300多个种族，700多种语言，都是世界之最。而比台湾大53倍的国土，像是一条散落的项链，组成了17000个岛屿，恰好就位在极度活跃的太平洋火环上。火环是地球物理学上的雷区，地壳板块撞击的结合处，也是地壳活动带，环绕太平洋绵延4万多公里。因此，印尼境内除了1年超过5000次的地震之外，到处分布着沉睡或是冒着烟的火山，多达500座，其中有127座是随时可能喷发的活火山，世界第一多。造物者发给印尼一手狂野的地理牌，印尼人几个世纪以来就得战战兢兢地活在火山层里。
火山受难的有几个情况。第一个是火山碎屑流，就是高温爆发，它温度大概是700到900度之间，那火山喷出来的低伏热气，那它的速度大概在时速160到240之间，所以它比车子跑得快。高温的气体来的时候，一个人跑不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吸，我们的肺是非常湿润的器官，马上就烧掉，我呼吸系统就烧掉，所以人在瞬间就窒息跟休克，就死掉了。那我们的人的皮肤会慢慢受高温，就被他们就像烤熟一样哈。但是呢，马上的火山灰就盖上了。火山杀伤力极其残酷，一年至少有5座火山要爆发，轰隆隆的声响让平静的日子在火山国短命的犹如一缕青烟。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改变地球的10次火山爆发，印尼就占据了2个。1815年4月，松巴哇岛的坦博拉火山爆发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火山喷发。火山岩浆连续喷发了100多天，夺走了9万多条人命，100万吨的硫磺气体和粉尘更遮住了太阳，使全球气温骤降2.8度，隔年无法正常播种，被称为无夏之年，更导致19世纪最严重的一次饥荒。68年后，爪哇岛近海的克拉克托火山爆发，震耳欲聋的声音，连远在3000公里外的澳洲都听得到。大规模爆发还引发高达45公尺的大海啸，摧毁了数百个村庄和城市，超过36000人丧生。而印尼最活跃的莫拉皮火山，1000多年前的一场爆发，甚至让世界宗教版图大洗牌。婆罗浮屠位在中爪哇日惹附近，宏伟瑰丽的佛教艺术建筑，和中国的长城、柬埔寨的吴哥窟以及埃及的金字塔并称为古代东方4大奇迹，也是世界文化遗产。没有人知道是谁兴建，也没有人知道是为何而建，只知道这个山顶上的神秘佛塔以坚硬的火山岩建造于西元9世纪，但却在茂密的热带丛林掩盖了将近1000年，直到19世纪才被殖民的荷兰人发现，而原因就是附近的莫拉皮火山爆发。公元大概在第11世纪的时候，那么莫拉皮火山发生了爆发，那么这个爆发呢，就造成了当时爪哇王朝的没落。那么许多的这些王孙贵族，包括了这些公益人员，就从爪哇，从日惹这个地方，然后向东逃到我们今天看到的巴厘岛，甚至于还有一些人就流浪到了龙目岛。那么原来他们在这个东爪哇这个地方所建立的王朝的基础，也因为火山活动而造成了中断。那么他们当时毁灭掉的这些大型的宗教遗址，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遗产婆罗浮屠，还有普南巴兰神庙。那么它还也毁灭掉了将近临近17个城市。巴厘岛从那个时候变成了印度教的艺术文化的中心。可是呢，这个原始的信仰被保留在巴厘岛，那其他的这些部分，苏门答腊跟爪哇就变成了回教徒的天下。天方夜谭的时候，辛巴达还有这故事里面所许多的水手，他们所历险，他们所采集的，无论是宝石也好，香料也好，他们这些船所到达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苏门答腊跟爪哇。一场大爆发，东南亚的印尼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国家。但一个王朝或城市的毁灭，也象征着下一个太平盛世的基础。让人窒息的火山灰冷却之后，大量的矿物质会进入土壤，让火山周边的农地不需要肥料，就能种出高经济价值的蛇皮果和多种水果。水稻1季3收，甚至4收。因
子印尼爪哇岛，即使被100多座火山包围，但全国有1半人口，高达1亿2000万人，还是愿意和火山共处。其中更有500万人就住在距离火山口10公里内的危险热区。距离莫拉提火山口不到6公里的地方，这里曾经是火山守门人马里詹的家。是以前那个守门人住在这里，前面就是有那个一个小那个亭子，以前就是那个守门人的房子。汽车被高温融化，2辆摩托车更已经成为一堆废铁。不难想见，火山爆发当时的热度有多惊人。当时那个记者来这里接守门人，他进去以后然后不久以后，然后那个喷发了。Bang Marijan, hormat!